嘿，你们好哈。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那如果你要看久一点呢，你可以按下暂停。如果你已经选好了号码，记得在留言区做一个更强的连接哈。那不啰嗦，我们就开始喽。来，我们现在来看到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哈，一样哈，我们会分3大题哈，3大题里面有3小题，每一个小题都会有1张塔罗牌做解释哈。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部分第一张牌的第1题哈，第1题是他是谁哦？他是谁？所以我们分成3个小部分的话，第一个哈，我们要看的是他的内在主要的特质啦。其实就看大略只用1张，基本上它可以用非常多张来看。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是选一张主牌来看啦哈。所以抽到是恋人牌，我觉得他内在应该是有一种跟人有一种很容易产生强烈共鸣的一个人哈，所以当他的内在主要特质，我会这么形容啊，他是一个主要是用心灵直觉去感受这个世界的人哈。那他喜欢去观察别人的情感状态了哈，对于很多事物的一个情绪的表达，他用这个方式去理解别人。他的特质哈，就像恋人牌一样，本身所描绘的啦，就是不只是浪漫哈，而是一种有更多的选择。他渴望去看到爱，去分辨一下爱情的种类哈。你会发现他内心里面有一种很强的力量，都是来自于真诚。他不喜欢虚假的东西，也不喜欢在感情里面演戏。他渴望的是内在的情感的真实的交流、真实的交换，无论是眼神啊还是灵魂，他都希望所有透明。哦，爱是要透明的，所以恋人牌代表什么？他灵魂的一种映射，这意味着他有一种很特殊的气质啦，能让你在他面前看到自己最柔软的一面。你跟他交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他其实很让人信任很容易让你掏心掏肺，因为他的存在很像是一面镜子。你会我觉得你会透过跟他的互动，然后重新了解自己，然后这个也是他魅力散发出来的部分。他绝对不是在外在，也许他外在已经很不错了，可是他真正吸引人的是他内在。与你在互动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比你还真实，然后你会把自己很真实的那一面不知不觉的就把它交出去了。所以在内在的能量上呢，我觉得恋爱牌象征的他的价值观常常建立在人跟人能不能忠于自己的心，而不是在表面上的包装。所以他可能外表看起来很冷静，可是他内在很澎湃的去观察所有的人，他很重视自己内在的情感去决定的所有事情。他一旦认定了你，他如果真的喜欢上你，他就不会轻易的放手，因为他内心的情感已经决定了要爱上你了。所以他的爱，我觉得从内在情感出发的话，他绝对不会随便的，因为他是经由他的心灵很深沉的选择之后才付诸于行动的啦。因此，恋人牌告诉我们他内在的那种特质啊，主要是他愿意一切东西一切的未来相处的未来，恋人的一些整个未来的展望方向，他都希望都建立在一种只有爱来去塑造的一个方式。他内心是绝对浪漫主义的然后可是这绝对浪漫主义呢，又深层的有一种责任感，是一种爱的责任感。当他选择你之后，他很多事情他都愿意看过你、照顾你，他不会任意放手你，他很尊重自己内心所选出来的这个重要的选择。我觉得他的出现会成为你的内心灵魂不断的被他呼应，召唤出更深层的你的自己。所以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一个人就是你内心灵魂很需要的那一种存在。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会有点跳脱各种现实跟相处个性各种的没有，因为灵魂的那个互相的呼应真的会非常强。你会觉得内在的灵魂的呼应比各种外在的东西连结更深，然后更值得相信眼前的这个人。然后第2张牌呢，在讲的是他目前与你的距离，就是关系上的距离，可能是朋友啊，还是同事这些的我们来看一下。那这边看到的是权杖2我觉得权杖2本身就带着一种对未来的展望，跟要走向未来的这一段旅程啦。所以整个牌面上，你和他之间的关系，目前我觉得还有一段距离但是他已经开始注视着你了，因为权杖2是已经有所谓的看到了，不论是方向、距离还是那个焦点，他都已经看到了，所以他现在只是跟你有一段距离，可是你已经出现在他的视野里面了。因为权杖2象征的是一种在选择出发前的某种停留跟预备，所以意味着他已经意识到你在他生命里的重要，而且他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他就已经觉得你的存在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非常在意的。只是他现在比较停留在最外圈的方式观察你，然后他的眼光啊，他的视野看你的时候比较像是望向你那边，所以还没有非常靠得非常近所以我觉得他连要跨出跟你变得比较好那一步其实都还没有，所以他跟你可能有一些初步的见面或是一些聚会，他已经看到你了。所以如果
就算我现在告诉你他是谁，你会觉得说他为什么这么远？他的距离为什么这么远？可是你又觉得他关注你，看你的表情，或是在网络上给你按爱心啊，或是留言给你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有在慢慢的靠近你，可是为什么肉体的行动上、真实生活中的行动上却没有完全靠近？其实权杖二比较像是一个路口啦，在他心里这个要通往你那边的路径这个路口其实是已经打开的，只是他在看向你的时候，他还在对于这一整片的未知充满着乐观的期待，充满着好奇。只是他在思索这一趟旅程踏上去的时候，丰富性会多少？他能做到多少？他能接受多少？他能够创造多少美好给你？他想的是这个。所以权杖二也在提醒你他不是一个完全没有感觉的人他早就已经把你放在未来的想象里面了。只是这份想象的蓝图，他还在规划，还在绘画。他必须要在这个最外圈的方向看着你，看你很多的细小的行动，然后再来决定什么时机才是真正可以开始往前的。他其实现在也比较像是说，他的心情上他要准备好了。因此，权杖二在告诉我们你们的距离不是零的，其实是有在慢慢的接近，也不是遥不可及的。它比较像是一种高台上的仰望，他就要开始下楼梯往下走，往你那头山头走过去的时候，就开始就前进了。可是要记得权杖二在告诉我们说，他这种慎重表示他每一步靠近你都是非常严肃、真实与真心的，因为他每一步都在逐渐整理自己内在那个爱你的、向往你的、好奇你的、想要跟你走进未来的那个明确的答案是什么，也就是那个蓝图的规划到底长什么样子。那我们再到第三题当他靠近的时候，你要如何立刻知道就是他来了？那我们这里说到了宝剑骑士嘛，我看一下，其实宝剑骑士本身就充满了一个很强的速度感，很有行动力的牌。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开始启动的时候，他应该会使用最直接、最迅速的步伐靠近，然后会用最明确的表达让你知道是他。虽然我们前面权杖二告诉你说他其实从这么远的距离每一步都很真实走过，可是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讲到速度，我们刚刚前面只是讲到的是距离。就这里出现宝剑骑士却告诉我们说，其实他会加速前进，而且到最靠近你的之前，应该就你已经知道他来了，因为宝剑骑士的特质和前面权杖二的观望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当他决定靠近的时候，他的行为是非常明确的，他不会跟你绕圈子。其实他这一段距离从权杖二这个距离走向你的时候，其实他是笔直的，完全没有在绕圈子，而是直向冲向你也就是说，当他权杖二的能量一开始他第一步迈出去了，进入宝剑骑士的时候，他就是用冲刺的了。所以你如何知道是他？我觉得你完全不用做准备，因为他让你知道他来的时候，你会很难回避，他会毫不犹豫的立刻让你知道就是他会立刻让你知道，在言语上、行动上，让你措手不及的知道说，他随时随地都用一种类似告白的方式，让你知道他想接近你，他渴望你，他想追求你各方面的。他的行为是非常果断的，而且他会主动创造非常多跟你相处的机会，然后会每一步都让你明白说，他早就选择了你。因为宝剑骑士本身就是一个清晰的讯息啦，你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去猜测，然后他的行为会表达的非常明朗所以你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感觉到一个很强烈的能量就突然的靠近，而且这个人还完全没有打算退缩虽然宝剑骑士的行为在目前看起来有点冲动，可是他还不算是权杖骑士的那种鲁莽，或是一些逝者味的鲁莽。他这份冲动还是在风能量的理智跟判断之后的冲动，他只是希望快刀斩乱麻，或是他希望要有效率，要有效果所以他会立刻瞬间让你知道就是他。可是他会这么有效率，其实他也对自己非常有自信，他知道他接得住。所以这种直接跟速度其实他毫不掩饰的要靠近你了然后当权杖二的那一个观望等待的时候，他脑袋里直觉里突然想起了一份说出发了，然后宝剑骑士能量就来了，他就会直奔往你那边走那一个想起的那个能量就是恋人牌的那一个选择啦。恋人牌里面那个选择一旦确定了，然后权杖二的能量的观望就关闭，然后行动上就直接进入宝剑骑士所以这三张牌它其实一个完整的轮廓啦，就是他在宝剑二的那一个观望时期，他正在花时间确定是否选择前进还是停留。可是当恋人牌这个能量一选择前进者之后，宝剑骑士就冲刺了嘛。这三张牌我觉得他没有停留的余地，因为这三张牌都是很未来性的往前面走去的。恋人牌出现的时候只有选择开始，我很少会看到恋人牌出现的时候是选择退缩
因为它其实其他牌搭配的话，可能会有很强的拉力退缩，可是这里所有的牌都是往前，都是往未来看去，所以他只要一看到你，他现在就算没有行动，他也差不多要行动了哈。来，我们来看到第二题哈，第二题的大题目是它出现的时候，之前之后了哈，之中可能会有什么一些预兆、征兆、预示了哈，让你知道它来了。那第一个小题呢，我觉得出现前会出现明显的预感哈，因为我抽到圣杯皇后嘛。圣杯皇后本来就是一个充满直觉又有很深度的情感的一张牌，当它被放在出现之前的一个预示预兆的时候，我觉得讯息是在说哈，你心里应该会有一种很强的预感，可是你很难具体找到一些迹象。可是你心里会有一种突然浮现一种某种向往跟方向性，心里会有一种浮动，好像感觉到有好的能量正在往你这边走来，所以你发现有很多些微的改变的讯息。跟爱情有关的一个新的影片啊，推荐的影片啊，然后网络上一些影片在讲说爱情的发生啊，或是有一些祝福的影片啊，或生性的影片告诉你，或是有一些占卜的影片就告诉你说下一个恋人来的时机，这样各种这种很奇妙的讯息组织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圣杯皇后在告诉你说，这些预兆正在组织那一个他前来的语言啦。所以圣杯皇后像这一种很强的敏感，跟你心里跟外在的一个共鸣，你突然会发现说自己可以频繁的想起跟是塑造，或是在脑海里塑造一个新恋人的一个存在，即便你完全不知道他是谁，即便你在梦里想到的时候就模糊下来，可是你在冷静和安静下来的时候，心里会有一种强烈的暖流，就像我刚心里讲的那个浮动，就是那个暖流，会觉得好像你准备要被谁拥抱了。所以对于一些新的情歌啊、旧的情歌啊、电影的情节啊，不知道为何强烈共鸣。其实这就是你的内在在一种共识性里面预示了未来。它在跟未来共鸣，不是跟现在的你共鸣了。所以这张圣杯皇后在提醒你以后，新恋人要发生的时候，你的直觉会特别活跃，尤其对于那种美好事物的直觉会感受力会非常活跃。还有你的梦境会变得非常鲜明，会有很多在梦里的甜美互动、触动都会在梦里发生。这是因为你的灵魂在提醒你说，真的有一个情感能量正在靠近。所以圣杯皇后在告诉我们啦。这里圣杯皇后最明显的征兆就是在说，你心里会先感受到类似爱情初期的那个靠近的感觉，刚接触喜欢的人那种感觉，虽然没有那么具体、非常那么强烈，可是那种温暖的感觉会先出现。那我再看第二个那这个出现前的时候，你的生活里面会有没有一些明确的变动？然后我们抽到的是金币皇后。金币皇后本身就是一种稳定生活、富裕富足的一种现实的照顾的表现，然后刚好出现在我们在讨论生活变动的时候，我觉得这里在讲的是你生活层面上应该会感受到某一种更动，哪种更动？整理与替换。所以你会开始整理自己的生活状态啊，提升生活品质啊，可能会你原本用的东西你会做一些升级，耳机啊、桌子啊、家具啊、衣服会做更替啊。或是清洁用品会全部换新的一组这样，或是你对于一些你的沐浴乳啊，然后洗面乳啊，一些照顾自己的，你会去做一些升级，会觉得你想用更好的东西，你会更加的对自身的照顾有提升升阶，然后对于自己的生活各方面的规律性会提升，会更严格，饮食也会更精致，也会更挑剔，因为你在干嘛？你金币皇后进来的时候，你突然想要去培养一个新的自己。其实这张牌就是在提醒你说，生活上的改变也是代表你的灵魂跟各方面身心灵都感觉到一个新的东西要靠近的，你必须为这些东西做准备。你原本自己没有这些感受的时候，你觉得自己一个人的腐败啊、颓废啊、当废物啊、potato 都 OK， 反正就是我自己。可是不知道为何当新的能量进来的时候，我们都会一种在日常里面突然进入稳定而想要富足的内在，把你吸引到自我提升的现实生活面。所以当这个征兆出来的时候，是我觉得新恋情出现前最明显我们能感受到的变动。如果你现在感受到这个的时候，你就知道大概不久之后新恋情就要浮现在你面前了。当然这个有加成作用，因为你在这些方面的改变，你的内在能量跟魅力也会有所改变。只要你不是刻意去改变，你是自己非常向往去改变的时候，通常就是跟新恋情、新恋人的能量已经在做连结了啦。那我们第三个小题，那在梦里跟巧合、生活上的巧合，会在提醒你确实要来了吗？其实前面两个已经提醒非常多他要来了，可是我们这边再说到节制牌，我们再讲一个东西节制牌讲的是非常高级的平衡嘛，跟不同世界能量的流动嘛，所以当它出现在你的时候，它在提醒你说没错，你的梦境跟生活中的一些小巧合，正在提前向你传达一种
有一点像是剧透了啦，剧透有人要来了，那个期待感会消落，应该是说惊喜感会消落，可期待感会增加。那节制牌本来就是在转一个和谐嘛，所以惊喜感当然会被消弱，可是期待感会提升了哈。然后它会透过很多节制牌，会透过很多不经意的方式提醒你，时机已经到了，时机已经到了，时机已经到了。为什么？因为它这个2杯水是在交换嘛，它会把未来的那个水交换到现在，在做一个交替，在做融合，所以你会一直感觉到某种很奇妙的巧合，跟你好像生活中去推理一些事情都会成功。譬如说，同事说啊，我今天很怕什么东西。工作什么交不出去会被骂，然后你就知道，然后你就大概用推理的方式说啊，不会啦，可能今天老板最近很忙，他可能今天不在，他可能去办公，他就可能今天真的不在办公室，所以他今天要交的时候就不用面对大老板，就只是交上去这样子。你会推理一些小事情，小事情，譬如说可能台风要来啊什么的，你看看就说啊不会啦，我觉得什么什么的，就没来，还真的没有来。你会很奇妙的对于未来式的推理都会变得比较明确一点。然后你在梦境里面所遇到的一些东西好像会跟生活场景有重复，然后基于重复这个点，你在生活里面会有很多重复的事情，重复出现在你面前的路人，重复出现在你面前的时间数字，重复出现在你面前的事件，然后在同一个路口总是走到这路口就红灯。会有这样子，然后重复的歌曲会出现。其实这些巧合就是宇宙在告诉你说，另外一个人在靠近了。为什么？因为你跟他的相同性正在配对、组合、重叠中。所以这张牌的能量在告诉你，你会感觉到一切都在跟未来对齐。你原本很多混乱的东西就成为比较有秩序，就跟前面的金币能量一样，开始进入某种秩序跟提升。然后会怎样？你要享受一件事情你的心情会开始慢慢的平静下来，然后你会开始变得有耐心。那这个耐心不是因为你本质上的变有耐心，而是你突然觉得我要等待了，等待那个未来的事情要发生所以这几张牌到节制牌，其实在告诉你说啦，你梦境有梦到，生活中有一些很多重复的巧合，其实都是宇宙在告诉你说，你们有很多的重叠性。然后配合性契合的东西一直在配对起来，所以才会有这些很多微小的暗示了不用担心，真的梦就在慢慢的来，爱情就在慢慢的来所以我们在整合这3张牌的话呢，上面的皇后其实在告诉你说，你的直觉跟梦境一定会先发现的啦，然后再到节制牌又再提示一下说，没错，梦境真的会先发现，然后金币皇后说你一定要重视这一点，而我自己也是非常在意这一个变化，就是你生活上面的东西做改变，就像我刚刚讲的物质上的，那些你做更替、做升级的时候，就是你内在突然不知道为何要做改变，因为你们在做对未来的准备。那些改变很小，可是它就是在对未来新恋情靠近的一个改变。那这些内心突然涌起的感应都是真的。不要错过它，不要觉得那只是你突然心情好，没有，它不是没有原因到来的。来，我们来看到第3题第3题，我们在问的是你们第一次互动的情景，就直接来到说你们已经互动了，第一次见面了所以第一个小题是说，什么样子的直觉会让你立刻认出来就是他你之前那些能量所预测到的人就是他然后我们这边看到是圣杯侍者，圣杯侍者本来就是一个很纯真，然后带有梦幻的能量啦，所以它常常被象征什么？悸动的最初始状态，你心里悸动的最初始状态。所以它很像是在一个湖泊里丢了第一颗石子，这样所有的涟漪都会不断扩散所以当它落在第一次互动的直觉里面的时候，答案非常清楚。你会因为一种很明确的天真的感觉而认出它，就觉得说就是它，就是心里会有一种很奇妙的、很 pure 的悸动会展开，毫不隐藏。其实从圣杯侍者就知道。不用任何线索，你们互相靠近的时候，一遇见的时候，你一看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是所有人群里面最亮的、有光的、有感觉的。所以这个直觉，它绝对不是一个逻辑性的推理。像我们这些前面的水能量都非常强你们遇见的时候，绝对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单纯的心跳加速。也许只是你们互相对看了一下、笑了一下，或是只是一开始互动有一个简单的话语那一刻你们2个人就忽然会被触动了。圣杯侍者就是带来这种很像初恋的能量啦，会让你不由自主的对眼前这个人感觉很特别。你们是互相的他也许会过来或什么，你们第一次互动的时候都会感觉到彼此很特别其实一开始就有一种黏腻的状态会出现。所以在这些互动里面你们彼此的眼神，我们先不讲你给他，我们讲你看到他，你会看到他眼神里面有一种很 pure 的真诚然后可是会有一点点孩子气，然后他可能不是很擅长表达他讲话可能用
句子会有点小破碎，因为他的方式是让你感觉到他很真实，而不是用言语去兼顾他的人是很真实，这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圣杯侍者的能量是在提醒我们说，爱情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就是因为直觉嘛，而这里被强化了。你们第一次遇见的时候是绝对依赖直觉，而不是理性的，所以你跟他互动就只是一个开端，讲什么、做什么、聊什么其实都不重要，因为你们内在心里那种温柔的震动，才是圣杯侍者要告诉你们的哈。那我们再看看，他会主动吗？他会主动来跟你聊天或什么吗？抽到恶魔牌哈，恶魔牌本来的能量就是一种很强烈的吸引跟无法抗拒的一种拉短距离，所以当他落在对方会不会主动这个位置上的话，那就是是的啦，他会主动啦，因为你们彼此之间有一种强烈的欲望的冲动，就在我刚前面讲的圣杯侍者那个，你们一看到的时候，他一定会直接就往你这边走过来的，加上我们这边恶魔的牌的一个加重，所以会在你们一互动中就会表现出非常浓厚的好奇心跟对话，会一直不断开创话题，你们不想结束这一个对话这个互动，所以不会有什么浪漫的特别的方式啦，它就是一个很单纯的靠近，因为其他很多事情都不重要了嘛。因为你跟他都很清楚知道你们被彼此吸引了，然后这个吸引还不需要从各种的互动啊、生活中培养，你们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就有，是即刻的，像磁铁一样的，直接就靠近。那还有一个小缺点，他的主动可能会让你有点压迫，因为恶魔牌的能量是比较霸道一点，它不是温柔的，但是它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它会像一颗大石头突然掉到你旁边，一声很大的巨响，这样嘣一声。因为他们也要隐藏对你的兴趣，他就是要直接靠近对你聊天，跟你互动。他其实算是很刻意的要制造一个互动的机会，因为他不想错过你，所以他言语中他的造句可能没有那么美妙，可是他的言语会表达出非常强烈的关注。你在做什么？你怎么会在这边？你跟谁来啊？什么很多问题都是你的好奇心一直在附加着。所以恶魔牌的能量在提醒你，你们第一次互动的那个主动啊，他可能会有一点点粗鲁、鲁莽、强烈。可是这真实的、明显的展示他被你吸引的程度有多大啦。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的方向，只是他很难掩盖他内在那个真心呐。所以这一题他是绝对会主动，只要你们一靠近，在同一个场合出现，他就一定会主动。那再来，你们互动之后会进入什么样子的关系？因为有的时候一互动完，有些人就直接进入恋人，有些人就只是先从朋友交往，相处了，因为毕竟是刚认识的嘛。那边抽到圣杯7的逆位哈，这边圣杯7的逆位象征着某种已经清醒了哈，然后很确定了哈，没有太多手段的这样。在正位的时候有太多的圣杯嘛哈，在正位的时候有太多的迷惘了跟幻觉了，可在逆位的时候像是一种觉醒，已经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这样，所以呢。你们在第一次互动的时候，两个人会立刻进入明确的知道彼此为何靠近，未来如何走去。好，所以这张牌告诉我们，你们第一次互动之后，他就不会再犹豫了，他会把自己内在的某种在你附近远远的观望的这一件事情，直接变成主动的交流。虽然我们前面有一些，比如说权杖2啊，那个观望的角度哈，我觉得他那个是在依附着其他种不同的内在个性的人的，就是说，选到1号牌的人，可能有火象星座。有土象，完全不同的方式。那个比较土象星座或是水象星座的人，可能在行动上会比较偏向前面的权杖2那个，先观望一阵子再进来。可是如果是其他的风啊、火能量的时候，他如果一进入到靠近的时候，他可能会被恶魔牌跟圣杯侍者的能量推动，还有圣杯皇后，推动立刻靠近，因为那个冲动性就会补起来。那圣杯7在这里的重要性就变成是。当你出现在他视野的时候，他会立即迅速的进入一种他清楚知道自己要有行动了。所以，即便是其他的星座或什么能量，我们先不管星座，我们就讲，如果是权杖2那种观望的话，当你正确的、真实的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而不是在网络上或是朋友这样子突然，他一发现有跟你有很明确的可以互动的机会的时候，他这个圣杯7的逆位的能量就出现了，他就会清楚知道说这是要靠近的时刻。所以这张才告诉我们说，你们第一次互动的时候，他完全不会犹豫，他原本的观望就会不停滞了，他要创造出真正的交流，所以他会立刻走到你前面，让你知道说我就是那一个喜欢你的人，他已经不想再观察了，他想要把握这一次对你的表达。所以在你的感受里面，第一次互动之后，你会很明确的感觉到这个人是真实的、着实的，就要立刻站在你面前咯，好像就要立刻跟你确定前面这个人是对你有爱情的渴望的然后这个人所有的表达都是非常清晰的所以圣杯7的逆位在告诉你这个
突如其来的互动会让你觉得非常特别哈。然后从那个互动第一句开始的时候，你们的这个要往爱情的路径上的故事就已经开始写了啦。所以呢，圣杯侍者哈讲的就是一个很纯正的直觉，你会立刻认出他，你们不用去猜，你会立刻就认出他。那恶魔牌就会讲说各种吸引力哈，它会突破掉我们可能前面讲的一些水能量或是权杖2的能量，那些观察就没有了，因为前面讲的观察有可能是他在网络上朋友的照片或什么，他已经看到你了，或是其他以前的聚会的时候一直没有讲话的机会。可是当他发现他能立刻跟你产生互动的时候，他绝对是往你这边直奔过来的。恶魔牌的能量就在这边出现了。那圣杯7的逆位在这里成为这整组牌里面一个很关键的能量，就是当他非常靠近你，而且是接近可以跟你第一次互动的机会的时候，圣杯7的逆位就会能量爆发。心里会有一种非常确定的感觉，就是现在我要靠近了，他这个能量就会这样。好，那这就是1号牌的所有讯息哈，应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啦哈，有一些很具体的行动跟靠近的能量，我觉得你再期待一下，我觉得这个时间不会太晚。好，那就这样，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来，我们来看到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哈。那我们会有3大题哈，每一大题里面会分3小题，然后每一个小题我们会做一个更细节的提问，然后每一个提问会用抽1张牌来做解释哈。那我们来到第一题我们来看一下他是谁，他是谁？所以我们先问到的是他内在的特质啦，就能量的结构，我们只用1张牌来定义，看一下能看出什么。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宝剑1，宝剑1象征的是一种非常很理智啦，很有突破性，很清晰，思维各种都很有逻辑的人。但是他出现在1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比较初始的状态，也就是说他头脑是最清晰、最果断、最追求真相的一个状态里，所以他内在本质就是这样子的人。所以他可能带着一种很干净的、利落的一个气场，他说话做事都不拐弯抹角的，他说话会直白到让你一瞬间会愣住，他会直接直捣黄龙、正中红心的说话方式哈。但是他就是因为这么直接，所以他对于感情的表达也是非常真诚直接，他不会浪费在非常模糊跟虚假的环绕的事情上面，因为他人生各方面的本质追求的就是要清楚而直达真实，具体呈现真实。所以宝剑1也象征着某种新的开端了，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初始的，可是是一种理智的最初始 pure 的状态。在性格上，他拥有一种我觉得他不太怕去打破旧有的规则的一个勇气，所以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不会选择逃避，而是会在从中去明白去寻找说是不是有旧的东西、旧的规矩在捣乱他们必须要有一些创新的精神，所以他会感觉到他会让人感觉到他是一个利刃，会切开所有的困局，他非常擅长这件事情，他会在迷雾里面拨开这些雾气，找到新的方向。因为他这种特质会让他在人群里面大家对他都非常有依赖感啦，所以他的内在总是诉说着一种公平，他很在乎公平，就是他对人就是一视同仁，每个人都应该要分到该有的获得，所以他会希望把事情讲得非常清楚，他不希望有一些盲点，他希望即便错误了，在错误之前，大家都能够清楚的明白知道所有的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不希望谁被冤枉，他不希望谁获得的更多，他希望人跟人之间都是非常诚实的互相对待。所以，他其实有可能不太在乎那一种花俏的浪漫，他只在乎给你一种最单纯、最纯正、最诚实的一种答案跟表达。所以你在跟他对话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很容易被他看得很清楚，或是他看到的，他会跟你表达得非常清楚，他不会敷衍你。你跟他的互动各方面，对你来说，他所有的回应都是最真实的，因为他非常真诚的跟你做每一句来往的一个沟通，他非常真诚。因此，宝剑1在告诉你他内在特质是一种非常清晰的真实，你可视的、可看见的，不是包装出来的，不是隐藏出来的，不是特别去喧哗的，不是特别去怎么讲骄傲的，或是怎么彰显它的真实？没有，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透明清澈的真实存在你在眼前。因为他的世界他觉得谎言会把事情弄得非常麻烦，他宁愿用最真实的事件、最真实的说话来让一切大家变得高度理性来面对，这样子比较快、比较有效率、比较有效果，而且能够更接近他所认为的真理跟他所相信的和平啦。因此，这样子的他会在你的生命里带来什么？很多阴霾需要被突破的时候，会非常需要他的存在。那我们看到第2个提问他目前跟你的距离我们看到的是宝剑皇后嘛
其实这边要看的距离是说他是朋友圈啊，还是工作范围圈的这些哦。我觉得宝剑皇后代表非常冷静、有智慧又独立的牌。然后目前看到他跟你的距离的话，我觉得你们之间还有一个界限，然后还不算完全的靠近。主要是宝剑皇后有一种保护自己的色彩啦，所以他可能会把自己的情感隐藏在理智之下，就算他已经对你有感觉，可是他不会轻易的表露出来。这意味着你们之间他对你不是没有感觉，而是他现在还在用理智来审视这段关系的可能性。我觉得他应该已经注意到你在他的视野里，只是他还没有觉得需要把他的心意表达出来的一个时间。所以这张牌的能量在告诉我们说，他需要一些等待，你需要等待他一下，因为他的观察期还在进行中。那他要评估很多事情，评估自己是不是能够给予你好的啊，会不会打扰你啊，各方面他还在想这些。也许我们在期待的是就是直接一个告白，可对他来讲那不行每一个告白都应该要很确定了所以他需要确定的东西非常深层，他不会顺着火能量的那一股冲动就直接告白，然后再看看后面发生什么事情。他不是那个，他不太像是说就活在当下，他当然也活在当下，可是他不会依赖这一件事情。所以，即便他在你旁边跟你做朋友或什么的话，他的表现其实会偏得偏冷淡。偏冷漠，主要是因为他认为他接下来如果要对你表达出有点类似关心情感的东西的话，那都是已经是极为认真的，所以他必须要对这个表达负责，所以他必须要很严肃的看待他的这一步。那宝剑皇后也代表某种距离感啦，所以就好是说，他跟你之间的距离其实也不算真的远，他就只是像是隔着一个玻璃看得到彼此，可是还没有办法触碰到内心，表示你们的沟通各方面还没有很近。但这个距离也不是一个坏事啦，只是说在这份观察里面呢，你们会越来越在乎彼此的存在感。所以当他愿意要跨出的时候，他应该已经非常深思熟虑，知道说这个决定已经是对的。他其实他在乎的是，他能不能用最明确的方式让你感受到他对你的在乎，而不是打马虎眼或是变得更加朦胧这样。那再来第三个小题我们要怎么立刻知道是他？就是说，他跟你在你附近的时候，或是他跟你表达说你要立刻知道，因为你跟很多人都会互动嘛，所以他会用一种比较冷静、冷漠的方式，或是保护自己的方式去跟你互动，他不会表达出对你的喜欢。可是我们这里要怎么知道？其实我们要提早知道是他。那我们看到是圣杯8我觉得圣杯8本来就坐落在一个离开跟选择，去寻找更深层意义的一张牌。所以当他放在这个题目其实讯息很特别。其实他身上会有一种，好像要离开你的状况，然后你会认出他，这个很难这一题出现这个很难因为这个人可能会经历一些生活上的一些转折，然后他不会停留在现在这个现状，他不会满足于现在这种环境跟大家可能交流没有任何长进这种方向，他身上会带着一种，没关系，他放下，然后他去寻找新的灵魂连接，所以。你跟他对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谈话跟眼神里面会发现这种他一直在寻找未来性更好的灵魂连接的这种果断跟成熟。所以圣杯8象征的某种勇敢跟离开，你会发现说他，到你面前的时候，其实这边在讲的是他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谈吐之间好像有一种遗憾感。不是对于认识你的现状的遗憾，而是他好像还在某种他已经放下跟放弃的过往的遗憾的感觉。然后你跟他谈吐里面发现说，他非常明确知道哪些事情适合他，哪些事情不适合他，因为他曾经做过果断的离去。所以呢，这也在代表一件事情，他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他跟过去的情感早就断得一干二净了。而且他是非常狠心的离开，然后他心里内在也学会了要再找到更契合他的、更加能够珍惜他的人的出现。然后他的人生在未来在爱情里，他不会再将就任何事情。所以圣杯8在讲一件事情是，如果他在你面前出现了，他会选择你的话，他是因着这些过去他抛弃他放弃的东西所带来的最好的正能量跟理解还有成长来到你面前，他已经跟他以前不一样了。然后他内在会散发出某种气息，就是他身上就总有一种在审视、在反省、在慎重选择的一种氛围。他不是在寻找爱情，他没有像其他人这么渴望寻找爱情，他甚至有一点点排斥寻找爱情。可是你会发现，在跟他谈吐的时候，你内在里面会发现说，因为他怕爱情会再度遗憾，所以他下一次再付出跟很珍贵的去珍惜某些事情的时候，应该会再加倍的用力，所以他害怕会进入这个状况，所以他会卡在这一个状况里。可是你在跟他对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他
的对话里有一些话会让你很打动啦，就是你会发现他在爱情的理解上面比一般人理解的更真实、更深刻。然后你可能会好奇，或是被他这个部分吸引，吸引什么？你会发现说，他这一个人追求的爱情是一种非常高级的灵魂层次的一种爱情，所以他这个特质会被你辨认出来，跟其他人不同。所以在这里你要怎么立刻知道他？这边就是这个，他比一般人所看待的爱情有更加的深入，可是你会依稀的就会感受那种遗憾感，因为他确实对于之前离开旧有的过去的他其实有鼓起勇气但是现在的他是新的他，只是那份遗憾还会在他眼神里面传出来，并不是说他想留恋或回去，只是他觉得那些狠心的割下抛弃，其实对他来讲也是曾经的一种很重的伤害了。但是他现在已经是完全治愈好的完全新的人了，所以你会发现以前的模式跟各方面他会不会再触碰，所以他在遇到你的时候，跟你表达对你的喜欢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就是他所寻觅的新世界新未来里面最符合的那一个人选。所以这3张牌在讲一件事情宝剑一其实在讲说他内在是一个非常清晰的理智的，所以他对你的选择他也是非常有责任感的、严肃的去判断完之后，他才选择你，然后对你表达。那宝剑皇后在讲说，其实你们之间还是有一段距离啦，因为他可能还在这个审视跟判断的位置。然后圣杯八在讲说，当你们非常接近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真的有很认真的要进入新的自己，然后抛下过去这件事情。你们在对谈的时候，你可能会在他身上学会很强的毅力然后这个部分会非常吸引你，然后这个讯息就会告诉你说，其实就是这一个人。来，我们来看到第2题第2题我们在问的是说，他出现的时候的一些征兆啦，出现的时候、出现之前这些的那出现前的时候，会明显的征兆，去抽到的是死神牌。死神牌本来就是一个彻底改变的牌，然后它若在出现征兆这个题目的话，我觉得讯息在说你可能会在你的生命里面经历一个很明确的结束，跟你要重新进入到未来的一种重生感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这个是最明显的一个征兆，因为死神牌它不是一种死亡，它跟死亡完全没有关系啦它是一种旧事物的终结。你的题目跟死亡没有关系的话，它跟死亡真的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就是一个旧事物的终结跟重生，进入一个新的位置的重生。它跟审判牌的重生不太一样审判牌的重生跟之前你的旧的东西的经历的转换的升级升华有关，可是死神牌是直接斩断，就进入一种到新的重生的位置所以他在提醒你这个新恋人新恋情来临的时候，你必须有一段跟过去告别的一个过程，这可能是一个旧的感情的记忆，或是一些已经不适合的生活习惯、不适合的环境，还有可能是你内心的某种已经深层的执着，你必须要把它剔除。所以当你感觉到这些我们刚刚讲的这几个东西，有一些东西已经在退场了，已经在消弭，已经开始不见了那就表示这个新能量已经在靠近了啦。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能会觉得生活里面有很多的结束，可能要抛弃离开，让你觉得很不安，譬如说人际关系的转变环境工作的转变或是内心对于某些旧的事情的习惯，你必须要放手这些类似跟接近于告别这个定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为了新的未来的新能量进来的时候腾出了新的空间你不腾出这个空间，就没有那个重生的感觉死神牌其实它就像一个门在打开了一旦打开了进入新的世界的话，关上旧的东西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就再也不要再遇见他们了。所以必须要有这个新的一个转换。所以你会发现说，当你开始慢慢接受目前这些一些小细节跟是旧的东西的一步一步在这些我说的小细节之中慢慢的结束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心里其实已在默默的浮现一种期待。然后这种期待比较像是说，就是我常讲的嘛，冬天的那个融雪融化之后然后进入春天的那个发芽期，死神牌就是在讲这个你跟之前的冬天 say goodbye 之后，你就再也回不去了。所以死神牌的能量就会告诉你说，你如果开始体验到放下与重生的这个转变的话新能量已经在偷偷的在找你的空间进来了，流进来了那再来，我们看到第2个题目，就是说，它出现前的时候，你的生活上会不会有一些物质上的改变？你看，我们这边又抽到的金币是土能量，又是生活的。这个牌其实抽得很明确虽然它是逆位，可是它还是在解释日常的东西。金币其实虽然在逆位可是它在正位的时候表达某种稳定、持续跟踏实啦。可是它在逆位的时候，我觉得意味着现在某种规矩跟稳定被打破。所以当它出现在这里的时候，讯号是它出现前，你的生活节奏会被打乱。其实它跟前面的死神牌蛮像的啦，因为要有一些新的转变嘛，必须要有一些新的整理嘛。这个打乱有点像什么？像你整理房间的时候，你必须要先把你原本的东西都先搬出房间，或是先打乱，然后让新的家具进来，你才会把旧的东西再慢慢整理嘛。最后它会有一个乱的那一个中间，所以
你可能原本有规律的一个习惯了固定的日程生活计划，可我突然间有一件事情进来了，所以这些安排都变得比较浮动，好像变化性很多哈，变动很大，然后而且还有非常多的临时的插曲、临时的事件、临时的邀约，这样让你不得不调整你原本的步伐，甚至不会在一个很规律的步伐里，会先从一个过渡期哈，你会先在这种不稳定的生活形态里面过一阵子。那这就是一个很强的预兆，因为新恋人靠近的时候，往往都不会发生在最平静的日子，而是发生在什么？在被迫、强迫你改变某种现有习惯的时候，这跟前面的死神牌呼应的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死神牌讲的是抛下，然后金币骑士逆位讲的是改变。所以当一个新的命运要进入来的时候，它就很像那个音乐，它有一个变奏曲，到了 B 段、C 段这样子，它有一个很强烈的变动哈。你会感觉这个变动的时候，只会初期有稍微的混乱，可是慢慢的你就会顺着那一个节奏进去了啦。所以这个征兆出现的时候，你不用太担心哦，你的生活突然不会照着计划前进，那没有关系。可是它会出乎你意料的进入某种很特别的转折，然后就顺了起来，顺了起来。再来，我们看到第三个哈，那它出现前，我在梦境或者在生活中的巧合会提前预示给我说他要来了吗？然后我们抽到的是教皇牌的逆位哈，教皇牌的逆位本来就是一个挑战旧规则、打破传统的牌啦，因为它本来正位就是一个有秩序、有传统的，然后可是这边就打破了嘛，所以讯息很明显，它确实是会在梦境里面告诉你，可是会用以往不同的方式，不是你习惯的那种模式暗示你，所以它有可能会有点暧昧，不会让你很明确的知道。那所以你可能收到的某种预兆，可能是一种新的爱情故事啊。然后可能你在看影集的时候，会觉得说，这个爱情故事我之前没有看过类似的，然后剧情可能出乎你意料之外哈。然后你在梦里的时候，可能会开始出现一些你从来没去过的场景，然后在生活里面，你会发现某一些不合常理的巧合，譬如说，我很喜欢讲红绿灯哈。譬如说，你明明每次走到这里前一个绿灯，你开始走的时候，下一个红绿灯它就不会停，你可能可以连过3个绿灯。可是今天很奇怪的是，你每一个红绿灯遇到都是红灯，它这个就是一个不合理的巧合哈。还有，你最近很奇妙的是，你每次可能看网络时间表说，公车快来了，大概3分钟快来了，你就赶快去等。就你去的时候发现，每一辆公车都提早到，提早走。这种就是所谓的不合常理的巧合开始出现，在你预期里该有的事情，可它用一种奇怪的负巧合出现。其实这正是宇宙在提醒你你跟它的连结可能要走一个新颖的路径不是一种大比例上的一种遇见，可能有一种新的很巧妙的路径在你们两个的连结里面发生。所以教皇牌的逆位，因为它这边是教皇牌的逆位，他在讲说这次不会再用旧规则了，也不是再用传统的方式了，它是一个新的管道，不同的管道。你会发现会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然后都不是你熟悉的状况。你会发现，好像你的朋友邀约你去的时候，有一些陌生人进来了，还去了一些你没去过的陌生的地方，全新的环境，颠覆性的经验然后这些都让你不自觉的觉得你好像某种生活经验被打开了。其实这是爱情在提醒你你的生活有被刻意的被外在的宇宙能量去打开新的空间，来准备新的能量要进来。在教皇牌逆位在告诉你的，他为什么要打破传统的东西？因为要把原本旧的东西先拿开，先排除之外，可能还要再扩张一下那个频数啦。因为新的能量进来，可能它很强大它很好你要有更大的空间、更大的故事包容、更大的书本、白色的页数去包容你们的新的故事书写教皇牌逆位在讲这个。好，那这3张牌串联起来，其实他在讲一个特别的事情就是死神牌跟教皇牌逆位其实都在讲说，旧的东西要丢掉了然后金币骑士在讲说，没有办法丢掉的东西也要做出一些改变了。然后因为这3牌都告诉你说，你总要进入那个新的位置，那新的位置的过程里，你会腾出一些新的空间让它进来。其实这3牌讲的事情都一样，只是用不同的面向在告诉你好，那就这样那你就慢慢的期待一下来，我们来看到第3题第3题我们要问的是说，你们第一次互动的时候的一些情景
那第一个小提问是说，在你们第一次互动的时候，因为你会跟很多人互动嘛，那第一次互动的时候，你会有什么直觉或什么暗示，会让你发现说就是这一个人？那我们抽到了权杖四，权杖四其实是一个庆典的牌，我们大家都知道，但它逆位的时候会把这个奔放的庆典能量收缩。会从一种大场面变成一种比较私人的、比较小聚会、细腻的小聚会。所以，如果在这个你要怎么认出他这个题目上来说的话，我觉得会在一个比较低调、私密的氛围里面哈，然后会比较靠近，比较不会有一些欢庆的杂音或是情绪很高涨的氛围，不会是这样子，它比较安静一点，比较私密的小的私人的聚会，这样比较靠近，然后可能谈论的事情也都比较需要轻声细语聊天的那一种安静的氛围的时候，那他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跟你的能量的接近，跟一些可能磁场吧、眼神的交换会比较明确，你应该会很直觉的发现就是那个人，因为那个场合各方面都是比较安静的，所以呢，如果除了这个场合之外，我们回到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啦，他可能会在一些小时刻，出现，譬如说在学校的走廊啊，短暂的遇见啊，可能有一些小交流啊，可能2-3个同学遇见，然后小交流，然后你跟他有眼神的交换，或者是在工作的场合里面的时候，在小型的会议的时候，可能是不同组别的，然后突然一个小型会议变得比较近，距离比较近，或是不同公司的这样子。那也有可能是朋友跟朋友新的一个小聚会的介绍，然后他临时出场，这样人数也不多哈。其实这张牌在强调的是什么？人不多，气氛刚好。因为逆位的权杖是带着一种没有准备好啦，没有准备好的能量，就是他第一次出现在你身边的时候，其实你可能也没有打算要特别去注意有谁来，或是跟谁有互动这样。也就是说，他会很轻巧的出现在你附近，然后你们2个人的直觉必须要在非常靠近，跟一个小互动的时候，才会发现说，是这个人呢。然后都是一些不经意的动作、眼神的交换，才会发现说，原来内心的感觉是强烈的啦。那权杖四的逆位，因为它反向的，它排斥了所有的盛大的一个空间舞台，它藏在一种小小安静的细缝里，就像一个小巷子，小转弯，大马路旁边的巷子的小转弯这样，它在那种安静的片刻，譬如说就是闹中取静的那一种感觉，所以。权杖四的逆位，其实在告诉你说，你第一次认出他的那个直觉，绝对是从安静的、细微的一个氛围里面，突然发现原来他就在这里。好，那我们再看说他会先主动吗？我们抽到了宝剑10的逆位，宝剑10的正位其实算是一种彻底的结束啦。逆位的话，表示说从低谷中正在苏醒中，就是醒来的过程。所以呢，他会先主动的。好，那他主动会带着一种重新开始的氛围。就是你会发现，他跟你的谈吐有一种，他正在学习，重新从什么点开始重新出发，重新做人，重新学习这种，他有正在很努力的，不要沉溺在过去的事情里面，他有这个氛围所以他的表现方式都会有一点点害怕自己再次做错类似的事情，他就会变得比较小心翼翼，他处事表达会比较小心翼翼但是。他跟你的互动里面，你会发现他有一种很不错的恳切，就是很希望你给他机会，让他多一点时间表达自己。好，所以他在说话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自己说的不好，会修正，会再觉得自己再说一次。会比较不会像那一种很超级大方的，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他会一直不断修正自己的表达。他会是这种状况了，主要是因为宝剑10的逆位在说他其实现在是处在一种高度慎重的在寻觅新的自己嘛，新的表现嘛，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这一件事情会让你们第一次互动的时候，反而会让你更不容易发现他虽然上一张权杖4的逆位有时候你可能会瞬间发现他，可是都还是要有一些微零碎的互动，才发现说，原来是他。而不是一看到就说就是他，还是小互动才发现说，原来他在这一个展现自己的时刻的时候，有一直在偷偷的把他自己说起来，因为他还在权杖那个宝剑10的逆位啦，他还没有跳出来，但是他要跳了，但是他还在苏醒的过程中，他就很像，你睡着了，突然被别人拍醒，然后拍醒的时候，你还有一些迷迷糊糊的状态，可能还要再花个5到10分钟，他现在正在那个状态里，好，那我们再看。
你们第一次互动之后，会立刻进入什么关系？朋友啊，好朋友或什么的，契合的哈，各方面的，我们来看一下。然后看到是宝剑六哈，宝剑六讲的是一个过渡啦，好，它讲的是还在前进的途中，所以这张牌跟宝剑十的逆位很像。宝剑十的逆位是梳洗嘛，这里还在前进，所以你们第一次互动之后，应该我觉得会有一种羁绊往未来前进的一种初期状态。所以这里就代表说，你们第一次互动的时候，即便他的表达不够好，可是你们讲的话题好像有切中两个人内心所关心的主题，或是一些黑暗面，或是第一次对话的时候就有一种交换自己对未来的方向，各种可能也交换一些过去的事情，可是就只会讲到片面的这样。为何这样说？因为宝剑六有在讲你们两个在第一次互动的时候，就有一种共识，愿意一起去探索未来。好像未来可以有更多的交流跟对话机会，哦，你们想要创造更多的像是轻松闲聊的朋友关系，可是你们也知道这些轻松闲聊的关系其实有很深层的互相理解，这只是你们没有公开讲的，没有大方讲出来，可是你们都发现你们每一次的交流都有触碰到非常真诚的内心话题，哦，因为宝剑六代表的是一个小船哈，在湖上，然后两个共乘那艘小船往未来走去嘛。那这艘小船有背负着非常多的责任跟包袱，那就是你们两个在互动的时候有非常多交换以前的过去跟交换真正心里的想法这样。好，这些都还没有离开你们啦。然后，可是这份交换，这份交换变成某种转换，变成你们两个第一次交流就发现说，你们好像不容易只是单纯的陌生人，好像命运安排在你们从第一次对话开始的时候，心里就有某种被理解、被触动的感觉一直在，虽然还不强烈，可是都一直不断的在累积哈。这个就是宝剑六在告诉你们啦，你们从第一次互动开始之后，会立即从陌生转为很重要的理解彼此的角色。好，那这三张牌其实没有讲特别强烈啦，可是大概还是提示了一些哈。比如说权杖四的逆位会说，可能会在一些比较安静的场合会遇到他。好，所以然后宝剑十的逆位在说，他出现的时候还是用一种比较低调的、比较没有那么奔放的方式在跟你互动或什么。可是他已经提起了他仅有可能的勇气去靠近你，跟你互动。结果在宝剑六的时候，发现你们两个一开始互动的时候就有一种陪伴的感觉，好像内心有一些本来没有需要被理解的，可是在话题里面好像就不小心被理解了。哦，这个就是命运的安排啦。哦，整个流程即便没有那么深刻，可是你们终究要有一个第一次的互动，所以你们第一次互动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意外惊喜，觉得这个我没有期待很多的人，结果才发现是现在现场所有人里面最能跟我聊的，我们的语境很相同，大概是这个方式哈。好，那这就是第二张牌的全部哈。那你要把每一个牌都可以当成是独立的给你的一个讯息，它不一定是全部串联成一个讯息，它有各自独立的样子，所以有可能有些牌讲的会缺少，或是会被加强这样，可是这都是很好的线索，你再慢慢的期待，然后那些线索让你期待一下，看你有没有接近到，你再注意一下它是不是在附近。那这样，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们。好，我们来看选择第3号牌的朋友那我们这个题目呢会有3个大题目，里面会有3个小题目，每一个小题目会有1张塔罗牌做解释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题目是什么第一个题目是他是谁，所以分出来的第一个小题是说，那这个人呢，他内在的主要特质是什么？那么抽到了宝剑9很特别啦我很少去分析从看一个人的内在本质，就是抽到宝剑9那其实宝剑9在整个牌里面是一个极度焦虑、思绪跟压力都难以释怀的一个人很难解放，被困在某一个短时空里。记得，但是短时空不会太长那他落在他的内在特质这个讯息的话，我觉得他是一个敏感而且非常想事情非常深思熟虑的人。我们不一定要用负面的方式来看，我们要看的是他的特质。所以他其实他的内心的情绪的敏感度会比他外在表现出来的多非常多，所以他可能不会轻易的向外面的人展现他的脆弱，他的灵魂有一种很深的敏锐度了，他能感受到别人不能说出口的情绪也能够直接察觉到环境的变化这让他在群体中有一点点与众不同，所以有的时候会很安静其实他不是真的不说话不交际，他是在消化很多的讯息。
有的时候会显得跟大家很疏离哈，其实是他要更多的空间来跟他自己心灵做对话和整理。所以宝剑九同时也代表他在很深层的、极尽的孤独的、孤单的夜晚里面的思考，他会想到非常多的人。他会感受非常多的人，他会在外面跟大家交际的时候，把大家的能量带回去之后整理。想想大家的关系，想想彼此的关系，想想他跟其他人的未来。他内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海洋的感觉啦，可是是非常平静的，可是看不到边际那有的时候会一些微风吹来、强风吹来，会掀起一些小浪、巨浪可是他很快就能够整理。可是他内心的那个澎湃是我们无法探查到的，所以这份特质会让他怎样？他其实很懂得安慰别人，因为他在很多自己独自孤单的时候，他安慰了自己，所以他很懂得安慰别人。所以当你跟他对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内在很多事情在跟他对话之后，很容易被他疗愈。他的特质其实不是阴暗的，而是会令人感觉到深刻的疗愈的功能。那他对于感受痛苦非常强，所以他很懂得去珍惜那些稀罕的幸福啦。那他曾经被这些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他更懂得在一份关系里面怎么给其他人自由。所以如果你未来跟他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他是一个细腻的守护你，而且你心里有很多的疑难杂症或是走不出的低谷什么的话，你只要跟他讲，你就会发现有一个人能够真切的理解你。那我们再看第二个题目你跟他现在的关系距离是朋友关系、工作关系什么关系的距离那么看到的是愚人牌，其实愚人牌是一个充满自由新能量展开的牌了，所以它落在与你的距离的话，其实你跟他的距离应该还有一个蛮长的旅程，然后还没有被定义方向，然后所以带着非常高度的不确定性。但也因为这个不确定性，也代表所有你遇见他的可能性都很高。因为愚人牌本身它就没有一个包袱的嘛，表示他其实还没有正式走到你的生活。即使他出现的时候，也是一种不明确、不会被记住或是被标签出他的角色的一个存在。所以你和他的距离，我觉得如果是愚人牌出现的话，我觉得没有很远，只是你们两个的视野还没有到因为他现在要前往的那个旅程，你在他的那个视野里，可是因为他在山顶上往下看，他不知道你在哪一栋房子、哪一个区域，这样感觉没有非常靠近，可是已经在他的视野里面了。这个就是愚人牌的能量他就在讲说一个刚刚要展开，可是很多内容都还没有被定义，就很像你去买一个游戏，你才刚打开游戏，现在正在说你要不要开始了，是这个状态所以里面要发生所有的冒险，什么事情都还不知道。那你要按下开始玩的时候，就像愚人牌一样，要开始那一个挑战的勇气已经有了。所以你跟他的距离其实逐渐怎样被缩短，慢慢的破关，慢慢的找到你这样。那只是这整个过程会很多的可能性，不会按照牌理出牌，就会也不是传统的方式。所以他现在在你附近的状况是，他可能各种方式出现在你的生活里，巧遇朋友介绍这种都有可能那我们再看到第三个部分要怎么在他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立刻知道他？我们这边看到的是权杖7的逆位，权杖7的正位的时候，本来就是一个一个人去防卫、去坚持、去对抗所有东西，这样。可是，在逆位的时候，就变成说，我不防御了，我不对抗了，我要轻松的，我要丢下这些了，所以，他落在这个，你如何知道他的话，你会发现说，他是一个内在很坚强，可是他表现得非常柔软的人。然后，他对人都会有一种比较开放的心，你会发现，他对于其他人的故事事情都会非常好奇，然后很认真的听，他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视，然后他不会去表达他的很多的坚持，不会去表达他的就他性格可能很倔强，可他不会表达出来。他有很自己的中心思想，可是他不会拿出来去跟别人辩论争吵这样。他会在跟所有的人的互动里面的时候，他会成为一种最柔软的能量，因为他想理解别人，他想要在这些任何人的关系里面变得放松一点。他从来不会去急着要去辩证或是证明自己是什么。所以你看他的 po 文或什么，他很少说自己，他比较去感恩、感谢、体会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美好的事情。所以当他靠近你的时候，他一定是在你身上看到某种很单纯的吸引力所以他靠近你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完全没有武装的人，然后他的眼神里面会流出一种单纯的专注，会让你知道说，我现在看到的你，我就会让你知道，你全世界现在我眼睛能看到的也就只有你。他是一个完全没有防卫的状态，所以你会很明确的定位到一个特征，就是你会发现，当他一靠近的时候，好像整个世界只剩下你了，因为他专注你的眼神会这样。所以权杖7逆位的在提醒你
爱情的辨识出并不是一个外在的标志，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外在的什么让你发现它是什么，而是一种能量的瞬间的转换。它这个转换就是它一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奇怪了，这个人的所有的互动都让我知道他是一个很有自己内在坚强思想、坚毅的人，本质可能也很任性哦，很有韧性。可是他在你面前表现的出来，就变成柔软、单纯，没有攻击性，好像整个宇宙都在告诉你说，就是这一个柔软的爱的力量的靠近，就是你眼前这一个人。好，它是一个反向操作的柔软，你会慢慢的感受到，就是这个人在慢慢的靠近。所以这3张牌呢，在提供了一个他的面貌。第一，他的内心非常敏感哦，在宝剑9。第二，它其实带来了无限的未知跟可能性。其实愚人牌有在讲这一件事情。虽然你们空间还有无限的未知跟可能性，也就代表你在遇到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可能是你完全料想不到的人。好，愚人牌有这个意义。那权杖7的逆位告诉你说，他一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世界都被柔软了，很奇妙，也不紧张。主要是因为他展现了无限的可能性，跟接受无限的可能性，还有他内在的心思的柔软。跟你对话的发现，你内在好多东西好像早早的在认识他之前，他就已经理解了哈，那个舒适感会展现出来。来，我们看到第二题哈。第二题说，它出现之前之后啦，应该都会有什么一些预兆、预示、征兆出来哈。然后第一条题是出现前哈，出现前我们看到圣杯9，圣杯9象征某种愿望的实现、心理满足的牌。但通常我在圣杯9都会补充一种，就是你成为其他人眼中的标的，成为其他人眼中所向往的那一个完整的样式样板之类的啦。别人会很羡慕你，你会得到无数的赞美。那放到这一题出现前的一些征兆的话，你会在心里先感受到什么？前所未有的满足，自我的满足跟生活上的安定，因为你的灵魂已经准备好要接住这份礼物了。所以圣杯9的能量常常在内心会在你的心境里面改成一种我好像生活里面有一些心想事成的事情越来越多，而且那种空虚感好像不见了。生活里面一直有一种少的拼图又找到拼图，少的拼图又找到拼图的感觉其实它就是一种满足增加、满足增加、满足增加的感觉。然后随时随地你都会感觉到说我很好，我准备好了，对于什么事情我都准备好，那个安稳感最近会突然膨胀起来。那这种征兆不是从外在来的声音而是你的内心某种变化那最明显的状况是你开始从孤单寂寞变成我好喜欢独处然后开始会享受自己一些小小的成就，只有你知道也没有关系。你会觉得就算单身也没那么孤单，然后你会从心里散发出一种自足的力量，不是自满，自足，就觉得这种力量会觉得我自己跟自己在一起一切都很安好，然后我喜欢我自己这样子的魅力也不错，然后这种魅力就溢出了嘛，所以好的能量就会靠近。所以圣杯9在提醒你当你突然觉得生活很完整，仍然有一些微妙的期待的时候这个就是非常明确的新恋人要靠近的前兆。因为宇宙会在你最安定的时候把礼物偷偷送来。宇宙会有2种状况，我觉得会把新恋情跟好能量进来。另外一号牌这里讲的是说，在你最安定的时候，可是这个最安定的时候，不是说你所有外在能量各位都安定的时候就会送来，没有，是你自己内心几乎100%的觉得我好开心，我自己跟我自己在一起，我好喜欢这种独处，可是不孤单的感觉，那种安定感在的时候，好的能量就会进来。那另外一种是什么？你的生活变动很大的时候，然后会有一些缝隙让好能量跑进来。它有一种缝合作用，把你混乱的生活缝合作用，有一种救援资源的方法。这2种状况的时候就容易有好能量进来。但是你生活很混乱的时候，不是你能量很低的时候，只是事情很多，物件很多，然后好能量会趁虚而入。只是有很多破碎的进来，不是代表说你的人很破碎，不是那种负能量的状况，是你觉得我好忙碌很多东西都顾不了。那是因为你开始能力很强，然后你能够同时办很多事，可是你的能量是没有组织起来的，跟今天这个圣杯9这里的不一样。这个是非常饱和的，这2个能量进来的时候，都是一个很好的前兆，就是新恋人要跑进来了。好，所以圣杯9在提醒你了，如果你现在是这个状况的话，请你继续享用因为新恋人那边的能量已经把你当成是一种灯塔跟光，已经默默的把他们指引过来了。那第2个题目呢，就是你的生活会有什么变动？刚刚是不是讲了？然后这边抽到是魔术师牌的逆位嘛。那正位的时候，魔术师会有一种创造力、掌控或是一种你能够显化很多东西的一种行动力。可是在逆位的时候，代表什么？好像有些计划受阻，有些力量失衡
那它落在这里的题目的话，我觉得你可能会开始觉得有点混乱，好的事情好像不按照计划走。这张牌是不是我刚刚前面那一张圣杯九的时候讲的另外一个现象出现啦？所以你看，两个现象都在这里同时出现了，那不就是正好新恋人要进来了吗？你自我非常满足，非常自主，你觉得独处非常好，表示你有能力去照应所有的事情。所以这里魔术师牌的逆位发现你的生活开始有点混乱，好多事情都不按照自己走，但会影响你吗？不会，你反而都会去修补好，你反而都会掌控好，因为你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被击败或者感觉到自卑，你已经不是那样子的人了。所以你可能有些原本计划好的事情没有办法顺利进行嘛？你有时候感觉到自己好像没办法发挥，事情好像都延迟或被打乱，看起来很焦躁，可是其实你不觉得，那只是事情被停顿了，就为你的生活打造出一种新的空间，或是现在的停滞为你打造了新的空白。这个时候怎么样？新恋人的能量就会偷偷跑进来。好，就在你这个原本完美无缺的节奏里面被打破的时候，新的能量就溜进来了。所以魔术师牌也意味着啦，其实有时候完全无法掌控自己的能量的时候，其实不用太担心啦。那其实因为有其他能量想要塞进来，好的能量想要塞进来，所以不用太介意自己的努力啊、成效啊不够好，或是自己做错了，其实没有这种感觉。尤其这个能量也跟前面的圣杯九能量有相似啦，你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变到低谷，或是觉得哀怨的状况，没有，你能量没有低下，只是现在的难度变高了，然后只有你有能力去修补这个混乱，然后刚好在你修补的时候，好的能量、新的链接就像偷偷的发现你在展现你自己，然后就被吸引过来，然后就串进来了。所以有的时候生活突然在有一段时间不太照着你的想象跟计划往前走的时候，也不用太担心啦，那就表示有好的能量已经找到那个缝隙，在偷偷在你没有发现的时候串进来。一样也是可以用乐观进取的心情去期待这些事情。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那你的梦境跟生活中的巧合会提示你它来了吗？那我们看到的是圣杯国王哈。其实圣杯国王象征的是一种比较成熟的爱情的期待啦，然后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对爱情的理解。所以到这个题目的话，其实是的啦，那个梦境会带来一种情感的巧合，感觉到它，反正就是那个梦境里会有一些类似爱情的故事会出现，那就是来了啦因为这份进来，它不是一种随机，它是一种稳定的走进来。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说的，不是说好能量要溜进来的吗？它就会先从你的梦境溜进来，还会从哪里溜进来？生活中的巧合里面溜进来。生活中的巧合会有什么？会有一些，因为是圣杯国王嘛，所以这里的巧合会有，突然好像怎么你的网络或什么都在推荐给你一些爱情的事情，爱情的影集，别人的爱情的谏言，大家在讨论爱情是什么。很多人在对于一些失恋的人提供一些爱情的鸡汤也可以爱情的经验。然后在生活上发现大家怎么看那么容易看到很多爱情的符号，就在这边水能量会在很多意想不到的地方，那种浪漫的感觉就突然一直在渗入到你的生活里面。那种水能量的符号也会开始出来海洋啊、水啊、船啊这类的。海洋动物啊甚至你在街上都还会接到一些什么，要不要你捐款给海洋的一些活动之类的，这个就是那水能量一直在进来所以这种梦境梦到一些爱情的故事，然后生活上一些巧合，其实啦，主要是你内在的灵魂已经触动到那边的能量已经跑进来了啦，不知道为何你就开始对这些事情特别感动所以圣杯国王在提醒你啦，宇宙其实正在用最温柔的方式让你提前感受到它跑进来了，感受到，让你练习一下，让你练习一下。然后我们来看到第三题第三题我们就是要讲一下你们第一次互动的情境我们大概还是会接触到这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里他怎么分析第一个题目是在你们第一次互动前应该说不能说第一次互动前，应该说第一次互动当中，你内在会有什么直觉让你发现就是他？因为你不可能从现在开始下一个互动的就是他吧，中间还有互动非常多人，所以他这边要告诉你那个讯息是什么。所以出现了圣杯二，圣杯二是一张关于灵魂契合跟灵魂心灵共鸣非常强的牌。然后它坐落在你如何认识它这个位置的时候，讯息很明确的在告诉你说，第一次的互动的瞬间，你们心灵的共振就会认出来了，就是那个内在的共鸣跟治疗跟聊天的内容，前面已经有暗示过了前面水能卷讲过了，你们内在有一些题目会突然共振，会突然共鸣，好像有一些你内在想讲的东西，要讲的东西，好像只有他能够治疗治愈，而且他好像都经验过，他知道怎么回应你。所以这种直觉呢，并不是只是外在的，应该说外在已经没那么重要，而是你们内在能量的一个
贴合很强。当你第一次跟他对视，第一次听他讲话，第一次他靠近的时候，那一种熟悉感好像你们的灵魂在不同的象限里面已经交手过了，已经成为不同的关系过了。你们的灵魂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有过深层的对话了。圣杯2的能量呢，就是这样子有亲密感的，它会让你觉得说，为什么这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有一种暖暖的感觉，甚至还想不清楚为什么的时候，你们的话题已经有深入的被触动到了。这份直觉呢，本来就是一种无声的答案，它就是一种感觉，就是现在的第一次见面好像从来就不是第一次，然后你会在这个感觉上知道说，就是他。这全部的讯息来说的话，就是他，就是告诉你，绝对不是用理智分析的答案，而是那种情感共鸣的答案会找到是他。所以你甚至在跟他第一次接触之后，然后事后回想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其实，在当下你已经深深的被这种内在的灵魂的连接已经深深的吸引住了。所以圣杯2在提醒你第一次互动的直觉很准，不要忘记了，因为你们的灵魂会比你早认出。在你们第一次见面互动的时候，灵魂已经熟悉到不行了，只是你的头脑还在推理是不是他，不要怀疑就是他那么到第2题的时候，我们要讲是他会主动嘛？金币国王，我们说到金币国王，金币国王本来就是一个稳重可靠的啦，所以他会不会主动？是啊，他会主动。那一份主动是他会慢慢的靠近，而且对话各方面他都不会急躁，也不会冲动。他的靠近绝对不是莽撞的啦。他其实，在靠近你跟你对话前面的时候，他已经观察你。其实他的心灵跟灵魂有在先确定你了然后他还确定一件事情，他会确定说，现在我跟你对话这个时间场合是你需要的吗？还是会给你安全感的嘛？他其实内在有在想这件事情，他不会莽撞出手。他如果发现说你在跟别人对话，或是玩得很开心了，他甚至会选择先不打扰。所以当他决定要出动去跟你聊天的时候，他一定会让你感觉到说，现在这个空档、这个空间、这个时间，你可以安心的跟他对谈。所以他不会是一种很浮的浪漫的表达，他是会慢慢的来靠近，然后一开始光是第一句话，你就会觉得这一个人真诚跟可信赖。他会表达出这个，因为金币国王本来的能量就有一种承担很多事情啦，所以他并不会随便让这一份感情就轻易的开始。所以当他主动跟你讲话的时候，其实他第一份表达就已经在释放出某种承诺。他要承诺什么？爱情开始了，以接下来所有的事情都跟爱情有关。所以他一开始表达出来并不会很热烈，可是他内在已经确定了，这个是爱情要开始了，所以他会有一种很坚定的眼神。还有很明确的行动，要一一的让你知道说，这个他所做的一切是要往爱情的方向走，所以他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表白，他一开始就在用行动上表白了。所以这一题啦，他是会主动的，而且你会明确的感觉到某种安定跟可以信任的一份主动。虽然不会很明确告诉你说他喜欢你或想追求你，也许不会，可是你慢慢的就会发现说，原来他第一次跟你互动的时候，他就已经决定往爱情的路径上走了。好，那第3个你们第一次互动之后，就会进入到什么关系？有时候有些人第一次互动就会进入到交往嘛，有些第一次互动就只会先从朋友淡淡的这样。那我们从这张牌抽到的是塔牌，很特别这张牌抽到塔牌的时候，我就有点觉得很有突破性的发展。所以这张牌在告诉你说，你们第一次的互动啊，会立刻会把彼此的生活有深刻的改变。很奇妙啊，他会从这边讲，因为那是火能量的爆发，因为它是一个塔牌被击落，重新再建造嘛。你们原本的生活结构立刻会改变，你们会怎样？会突然很想要去配合对方的生活，那就代表什么？你们的火能量爆发型，你们两个其实很想黏腻，很想花时间更多的相处，所以你们一开始有可能会把你们原本接下来1个礼拜、1个月很多的计划都打乱，因为你们会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你们的相处。所以你会进入什么？有可能一开始就进入交往状态因为这张牌代表很强的冲击啦，也代表说你们原本对爱情没有那么多的期待，可是当第一次互动之后，才发现那一个闪电劈下来改变的东西太多了。然后你们两个有一种默契，是我们不想要慢慢的前进，我们想要立刻的感觉到对方到底是谁。其实这就是我们刚前面讲的，因为你们灵魂在不同的象限已经相处过非常久了啦。这次再相见，有一点像是你们分开太久了，灵魂的呼喊太久了，所以这次一遇到的时候，就发现有一种你们灵魂才会说的语言，大概就叫说怎么现在才出现，比较多的概念是这样子所以生活会立刻改变。如果你发现你看到这个人跟这个人互动，你发现说你愿意立刻把你的生活时间表改变，为了配合他，为了去见他，他也会
你会发现他为了搭配你，然后你也想搭配他，会这样子自我改变的话，表示这个人的确就是明确的出现在你面前。但是记得这不是坏事，这是一个必要的突破，因为塔牌的能量本来就是要打破现在所有的框架，要改走新的属于你们的路。所以在你们第一次互动之后，你会突然发现说完蛋了，很多事情要改变了。但是这一个改变会怎样？你们两个会被迫立刻要认真思考爱情现在发生的时候该怎么做，立刻要思考这样子每一个往未来走去的每一天的蓝图跟想象会是什么。好，这份冲击应该会带来初期的不安，没错。可是记得前面有金币国王，它不会让你那么不安心呐、它会让你觉得很安定。记得这里就抵消了。所以这一份感觉是什么？其实塔牌出来，金币国王再出来，会发现以为的破坏性的震撼，结果被金币国王这里压住，反而会觉得很舒适，好像会觉得找到未来的路，一种安定感就去了。然后圣杯2的能量、灵魂的共振又在告诉你说，不用担心啦，这个相处、这个相遇已经很多次了，没有问题的。所以这3张牌是一个完美的搭配，让你发现说，其实你遇到他的时候有类似一见钟情的结构。好，但是因为中间出现了金币国王，所以他不会进入一见钟情的结果，他会立刻进入稳定交往的状态，很快。这组就是这样。他在平淡中进入一种很深刻的熟悉感，而且有可靠的感觉。你旁边的人朋友都会觉得说，怎么突然花那么多时间跟这个人相处？这个理由很难去跟你的朋友说，因为你找到了一种瞬间的安定感跟对于爱情的信赖感，你很愿意去对于这个未知的爱情去拥抱它，这个很难诉说，但是你遇到它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好，这个就是第3号牌的内容哈，给你一些很不错的方向。我觉得第3号牌的各种排盘起来其实都还蛮完美的哈，你就乐观期待吧哈。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们。